台湾今年发生了一个重大车祸，因为肇事人的身份比较敏感，所以后续又牵扯出了一些其他的新闻余波。我对于这个事件有一些感想，但是又不太想进入它的舆论中心。现在这个时间点，这个新闻的热度大概已经过去了，所以我发表大概也不太会改变后续的走向。我没有深入的去挖这个新闻背后的所有事件，看到的就是网络论坛跟 YouTube 上面还有新闻上的影音，所以就决定用录音的形式把自己的感想跟看法记录下来。我简单的介绍一下这个新闻啊。这个新闻是在2025年的5月19号发生的。当天下午，在新北市三峡区，有一个78岁的余姓老先生驾驶他的汽车，在北大国小旁边的国光街跟国城街口高速冲撞很多路人，其中大部分都是国中跟国小的学生还有家长。这个事件造成15人受伤，3人不幸死亡。最后驾驶因为自撞陷入昏迷送了医，送到亚东医院之后，新闻报道他多重器官衰竭死亡。如果到这里就停止，那就只是一件普通的重大车祸。但是后续发生了一些很离奇的事情。首先出来的新闻就是媒体跑去访问这个驾驶的亲友，就有一些人开始说他应该是心脏病啊，或者是慢性病等等的，然后还有人说他是模范父亲，常年的志工，总是就是讲的这个人形象好像很好。但是后来应该是乡民，反正就是某一个平台的网友挖出了一些蛮不得了的事情。他们把肇事这个过程的影片接起来，发现这位驾驶并不是在事发的那个路口才突然暴冲去撞到人，他是在那个路口的前面不知道多远处，就因为疑似跟一台机车有纠纷，所以就加速去追那台机车。那台汽车后来是这个事件里面的死者，应该也是某一个学生的家长。他是加速开到学生放学的那个路口，没有办法减速，才会撞死那么多人，之后他又肇事逃逸。过程中也是很惊险，我看到的画面是他好像有闪过一些学生，不确定有没有撞到。后来就不知道谁去挖几年前的新闻，发现同样一个人曾经在路上差一点冲撞到人行道上的兵。但是这些事情如果属实的话，警方、检方或是媒体应该早就开始挖了，居然会是网友先开始发现这件事情，所以大家就开始猜测这个人的身份是不是不单纯，就开始出现各种的谣言，声称他是各大党的大佬或是权贵亲戚。有一个人我在网络上刷到，疑似挖出了他的真实身份，但是真假我不确定。这个驾驶自撞送医之后曾经有清醒过，但是后来又昏迷，然后动了手术之后就死了，因此这件案件就是不起诉，没有办法追究，那些被撞的人应该也是达不到赔偿。对于前面网友推测的他是故意去撞那位骑士的这件事情，我后续是没有看到官方有出来解释或是调查这件事。有一些名嘴有稍微在谈论这个事件当中讲到这一点，可是重点都不是摆在这个人是不是蓄意以及他是谁身上，所以就让这个人的身份在网络上面变成一种都市传说，网友闹得沸沸扬扬，但是官方完全不愿意出来澄清这件事情。那些平常很敢讲的新闻媒体也都自动绕过这个话题。后来新闻就我记得连续应该超过1个礼拜吧，就开始疯狂的报道老人撞死人或是撞伤人的新闻，而且还都找跟78岁这个年龄一样或是很接近的驾驶人。之后风向就成功被带起来了，很多人都开始讨论说要不要针对老人开车这件事情修法，就没有人去追究那个人是谁以及他是不是蓄意造成这个事故。但是毕竟驾驶都过世了，而且我认为不管任何政党成为权贵，掩盖自己人的错事应该是大家都会做的，所以我也不是特意要去问。我主要是觉得每次新闻想要转移焦点，就必然要找另外一个族群做代罪羔羊。这次很明显的高龄驾驶就变成他们猎物的对象。虽然我觉得因为这个并不是他们主要的目的，所以最后到底要不要修法这件事可能又不了了之，可能只是驾照
变得换发比较严格之类这种小修。但是我身边确实也有亲友被高龄驾驶人冲撞之后受了严重的伤。但是高龄驾驶冲撞一般都是他猛踩油门的那一下，而不会是一整段很长的路。所以我确实觉得老人开车是一个可能需要解决的问题，但是我们要解决的是问题，而不是这些老人。我曾经因为亲友的关系认识，应该说跟一个美国人有一面之缘。我们聊了一下老人的处境这件事，他跟我说他离开美国的一个原因就是因为他觉得美国人在老了之后变得很可怜，他觉得台湾的老人比较幸福，可以出门然后有社交活动。因为美国在一些比较乡下的地方，你去哪里都是要开车，所以不能开车就等于有点把你软禁在家里。这件事我是听他说才知道的，但是我看过一些影集，他们的老人好像会坐一些社区特定的公车出去，可能去附近的超市买东西之类的。但如果你真的住得超级远，你可能就只能请人载你去买东西，或是请人送东西到你家之类的。台湾因为面积小，所以有些人可能住的隔壁就是 Seven 或是超市，但是台湾也是有真的超级偏乡的地方，像我老家就是这种地方。但是附近如果用走路，可能半小时内可以走到超市吧，我不太确定啊。可是如果未来老人不能开车，那你的生活范围可能就会真的被限制在你家附近，如果你住的比较偏远的话。可是台湾还是有一部分的人是名下没有房产的，而且大家也知道人上了年纪之后租屋会很不方便。那个时候剩下或者唯一的选项，如果你是独居，你没有结婚，或者甚至你结婚但你伴侣们没有钱的话，老了之后应该还是会选择在偏向租或者买房子的。如果你要开车，轻微一点就是你可能买东西还不方便，严重一点就是如果你有固定的慢性病要去医院的话，你要怎么去？虽然大家应该都会骑机车，可是老人骑机车如果摔倒后果都很严重。我记得有一个统计，人到了一个岁数以上，他的主要死因前3名有一个就是跌倒。这些事情有钱都可以解决，例如你可以住在方便的市区，或者是你可以叫计程车出去，或者是你小孩超孝顺，他贴身照顾你。但如果都没有，我觉得现在的年轻人把苗头一直瞄准老人开车这件事，有没有想过你以后也会老？等你老到骑机车不是安全的时候，你又没有钱叫计程车，那个时候回力镖就打到自己。而且我觉得大家不要太期待居家照护这件事，首先这件事情要钱，再来就是未来台湾少子化，我不觉得长照的人力会更多。即使是现在少子化的结果还没有出现的时候，我老家附近的老人，那个年代的人大部分都有小孩，可是我没有看过哪一家是小孩经常来探望老人的，他们大部分都是一个人住，然后某天就过世了。我也没怎么看过疑似是政府的人来探望他们，所以如果在人力还充足的现在这件事都没发生，以后更不太可能会有政府的人去探望住在偏乡的老人。我觉得我以后应该就是住在偏乡的老人，所以我对这问题就还蛮有兴趣的。这件事情要解决，如果想要政府改最少的法规，比较好的办法就是让老人的车限速，让他没有办法踩下那个油门之后爆冲，是类似给绿牌的电动车限速一样。另外一个解法，因为比较麻烦，我是觉得不太可能。但这个方法是在这个新闻之前我就很关注，而且很期待的一种方法，就是让那种小型的全包式电动车可以上路。这种车型其实蛮早以前就出现了，我不太理解为什么重机可以上路，这种车却不能上路。它对于买不起汽车，但是又觉得骑机车有点危险的人来说，真的蛮方便的。这种车在中国叫做龙头乐。不过我们台湾媒体就是喜欢把中国的什么东西都爆成不好的，所以大家对于这种小型4轮的接受度好像不高。但我记得1年前曾经有个新闻，就是好像有要推小型3轮电动车全包式的上市，因为这个概念好像是跟日本合作，所以感觉可以上市的几率比较大。这种概念车好像蛮久以前就有了，但是我们法规就是一直都没有过。我觉得这件事情不管是责任的追究还是解决的办法，大几率最后应该都是不了了之。台湾大部分的议题最后的结果都是这样，虽然我也不觉得我这样讲能有什么改变，是不是小型电动车就能上路，我觉得也不太可能。但是如果大家绕了一圈又是回到原点的话，那中间那些谩骂批斗撕裂社会是不是就都没什么意义？
首先，你批斗的对象就不是真正应该被惩罚的对象嘛。再来就是大家发泄一顿情绪之后，实际上的问题没有解决，那是不是很浪费社会资源？真正需要帮助的人也没有被帮助到，也没有办法再阻止后续有这类的事情发生，变得他们的牺牲完全没有意义。我觉得可能大家生活都忙，要说处理去推动法规或是社会一些约定成熟的习惯，不是那么的有精力或是有空，但是却有空跟着媒体起舞去攻击一些无辜的人。社会要走到发现问题之后马上理性的解决问题，可能还有一段时间。但是我觉得在这之前，至少大家可以学着先不要跟媒体起舞，把焦点摆在那个真正需要解决的问题上，不然这类的事情只会不断的重复，不断的轮回，然后迷你电动车永远不会上路。虽然我也不年轻了，但是我觉得可能到我死前都看不到它上路。